诸位慢用，老夫先走一步了。哼，这么可口的饭菜，在韩将军眼里也味同嚼蜡。本来是当丞相的料，结果呢，就封了个才官将军。标记将军，你有什么资格议论韩大将军？你不就是在皇上脚下转来转去，转了10几年的一个郎官吗？韩将军，韩将军是平七国之乱的首功之臣，那是凭着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才官将军。可我并没说什么呀。哼，听话听音，莫名其妙。卫青啊，你来作证。好了，顾凤敖，你就别说了。戴哲基将军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哼，我就这么告诉你们吧，别看你们现在和我平起平坐，各领军纪1万，哼，可我李广当上这个将军，那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一场一场熬过来的，不像有些人靠女人的裤腰带。骁骑将军过分了啊！不就是说了一句韩安国吗？哪来那么大的气？哼，我告诉你们，有时候这鹰啊是比那鸡飞得低，可是那鸡呀，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。哼，幸亏皇上没集中兵力，就这态度，怎么合作？公孙贺将军，末将请教一句，在大汉军队中，历来有这样论资排辈的传统吗？是啊。军中历来崇尚功勋资历，凡不是凭军功得职者，在士兵的眼里，就好像是光着身子，没穿裤子。如此说来，那就怨不得李将军了。毕竟，他身经百战，的确是老资历啊。传令官，有传我的将令。参与此战的南军800骑，所携装具。凡是与上古屯军不同的宫中用品，一律不得带往前线。无论是羽林还是西门，都不得有任何特殊之处。违反此令者，给我责罚。诺。将军，营外有人求见。我正在做战前准备，没时间见客。这个人你必须得见，她是皇上的姐姐平阳公主。大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坐会儿。我哪有时间呢？我马上就要出征了。我也用不着那么多时间，只是不想看你这么假模假式的。你，我怎么了？送自己心爱的人出征，杀敌立功有错吗？你觉得我行吗？不是我说你行不行，是你自己要对自己说，我行，匈奴人不行。我明白主人的意思了。你还这么见外？你是我心爱的人，是我至高无上的主人，是让我为你骄傲的上将军。你上战场后，妾将日日为你祝福，愿你斩将擒旗，立下战功，平安的归来。陛下，既然已经决定了，一切顺从天意。人拿起兵器是件很简单的事情，无非是输赢。
做什么，朕已经定了。怎么做，那就要看将军们的了。也好，没有主将，干脆不设主将。朕的4名将领，让他们平起平坐。希望这一仗打下来，朝廷又有了一位新的主将。妾只希望卫青能够平安回来。你的标准也太低了。卫青的剑法倒是还可以。剑术再好，也只能击败1、2个对手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朕期望于卫青的，是要让他成为万人敌的大将军。朕这一次是有意把他放在了这场战争的引发之地上古方向，让他感受耻辱，以血还血。除了陛下，谁还能有这样的气魄，让一个出身骑奴的人担任上将军，担当如此重大的国家责任？不试试，又怎么能够知道谁行谁不行呢？大战之前，朝廷上下异常宁静，人们在紧张地等待着结果。而刘彻此时给所有的将领传达的最后一道诏令却是：放手去打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把左大都尉给我叫来。大单于汇总所有的探报，汉朝军队兵分4路，声势浩大。看来汉朝皇帝此次是要真打了。跪下！谁让你去血洗上古？本汗一再约束袭远范围，你手下的人马为什么不执行？本将有个约束，可那就如同让猫看着活鱼入睡，哪里抵挡得住诱惑？勇士们一杀红了眼，就顾不得上古下古了。你知道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？大单于，血洗上古是严重的，它直接引发了汉朝皇帝此次大规模的4路讨伐，汉匈之间的关系以此事为节将分为2节。奴才一再警告大单于，我匈奴行动的分寸就是要避免这样的事发生。左大都尉所部贪图营土小利，而危及了我匈奴的大事，应该予以重罚呀！不要以为你是汉人，就处处的替汉朝说话。打就打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正想多杀几个汉贼呢。大单于，国家之策，不仅是军事与军事的对抗，也是国策与国策的较量。奴才为大单于制定的基本方略，就是要力图避免激怒唤醒汉朝臣民，以免他们倾举国之力与我匈奴做全面的军事角逐。因为汉朝的国力远在我匈奴之上啊！他汉朝皇帝要打，我一日前就奉陪，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怕的。就是，我大匈奴人何时怕过区汉朝？
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大单于，您见过沙漠里的眼镜蛇吗？眼镜蛇每攻击对手时，都要将自身盘紧，周身膨胀出好几倍。脑袋在攻击对手时，常常有意不咬中对方，让对方恐惧而不摸深浅，这才是弱者最好的攻击策略。这4年来，奴才为大单于苦心经营的，就是这种眼镜蛇式的对汉策略。守弱，但不争强，坚韧地守住弱者的地位，才能积累实力。但上古世界已将这种战略打破了。大单于，他那简直是胡说八道！做大都尉，不执行王庭的命令，擅自冲入上古地区屠城抢掠，这无异于有利于汉朝皇帝说服他的臣民，煽动起对我匈奴狂热的民族仇恨，长敌人的志气，灭我匈奴的威风。住嘴！拖出去，抽50鞭子！奴才担心的不是现在，而是将来呀。甘夫，怎么回事？整整1天了，匈奴人在不断地向南调动军队。听说大单于发出了总动员令，主力骑兵派我们雁门方向，听说要与汉朝人打大仗。好啊，皇上终于还手了！皇上终于还手了！您是不是打算趁乱回汉朝？不，这次皇上派我们出使大越之国，我张骞找不到，绝不返回。那您是想逃跑？我要去大月支，完成已延了10年的使命。女人和孩子是否一同带走？当然一起带走，也好，这样走的时候不易被人发现。我听商人们说，大月支好像受到乌孙国的袭击，一直往西迁徙了。我们应该继续向西，经居延湖找到通向义乌的路，从那儿再往西找过去。不，义乌一带四边都是沙漠，无路可通。另外，天山北边还有大月支的另一敌国乌孙，他们要知道汉使要去大月支，肯定会找麻烦。我看，我们还是走天山南路，先去大宛。行，也好。听商人说，大宛国早就有意与汉朝通商，也许会对汉使好一点。我听你的。好，去准备吧。太阳镇失望了。这个严柱，这个武丘寿王，你说他们在朕的身边的时候，也算是才华横溢、智慧无穷。朕送他们去做太守，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好呢？弄得会稽、东郡2地百事废弛，乱七八糟。陛下息怒，严柱、武丘寿王都是辩才无碍之士，并不是地方行政之才，让他们在陛下身边做个智囊还可以。如果让他们整治地方，去独当一面的话，我想这也是难为他们了。不行就让他们回来，别在那儿给朕丢脸。你回答朕，
朕兵分4路，是不是有点铤而走险呢？朕头一次在军事上重用进士卫青和公孙敖，他们会不会也像严柱跟武丘守王一样，给朕弄得一团糟？是啊，你心里没底，朕何尝有底？陛下，不过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总比用韩国强吧？为什么？陛下，此战为的就是实现您多年的战略构想。只要大胆启用新人，就一定会有收获。而且打这种仗，首先要的是将领的忠诚。打狠仗，该用拙将。去，从各营调一些人来，收敛掩埋这些老百姓，入土为安吧。诺。快去，把上古本地军将都请到我营帐来。上古屯军诸将领都有些情绪，是吗？跟我李广打仗啊，一要吃好，二要睡足，睡足很重要。吃一头猪不如一觉虎。吃饱睡足了，跟我去打那帮狗娘养的匈奴。父亲，这1万军纪来源不一，恐怕要解决协调问题啊。我的指挥就是协调，这些猪羊顶半个将领，士兵们都是粗人，别跟他们讲道理。一是要让兵吃好睡好，二是打起仗来身先士卒，这就是我李广多年为将的经验，懂吗？参见车骑将军。啊，诸将免礼了。我卫青奉皇上之命，统帅上古全部军纪。本人缺少实战经验，多多仰仗诸位了。将军客气，不过我军已经事先向4州派出侦旗，昨日抓获了一名匈奴使长，在哪儿？带起来。跪下！这是我们汉庭的将军，有话你就老老实实的说，不然就杀了你。什么这将那将，在我们匈奴人眼里，你们汉朝只有一个人才算作将军。他说什么？他说在匈奴人眼里，汉朝只有一个人勉强算作是将军。是谁呀？
飞将军李广。飞将军李广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。汉朝4路的所有将领，我们大单于没有不知道的。他说汉朝4路的将领，他们大单于没有不知道的。都知道。都知道。你不就是汉朝皇帝的小舅子吗？其实我知道，我们大匈奴所有前线的将士都知道。他说，大匈奴全线所有的将领都知道大将军是汉朝皇帝的小舅子。哼，知道便好，免得没名没姓的，哭了半天还不知道是被谁杀死的。禀报大单于，我的部队已经集结完毕，大单于训示。起来。能骑马吗？哪长那么快啊？我不明白，大单于为何非用我的屁股去讨好那个汉朝的阉官？看来还是没有打服。我就是不服。好了，中行月比你我更加了解汉朝，你有气就撒到李广头上去吧。大单于我叫你来，就是要你去主打雁门的李广。真的？我还以为这次大单于要让左大当或左谷都侯的部队去打呢。你们3个部队一起上，4倍于敌人，争取给我吃掉李广。最好是能给我活捉李广本人。吃掉了李广，就等于打掉了汉朝皇帝的勃勃野心，打掉了汉朝的国威士气，让他们尝尝我们大匈奴的厉害，从此谈虎色变。我明白。不过什么？那汉朝其他几路队伍怎么办？这你别管，我自有安排。说实话，这几路无名鼠辈，汉朝皇帝的裙带枕头，还上不了我大匈奴的正席。我明白。王子金密帝，我在。你监护左大都尉的部队作战。遵命。大单于，让小王爷来自然是好，只是当日于丹王子随我作战，已不幸牺牲，我的内疚之心一直尚未平息，这次一定要保护好王爷的安全。让小王爷与军士同战，是大单于我给你左大都尉的特殊荣誉，激励你与汉朝人浴血一拼。至于王子的安全，自有昆仑神护佑，你不用过虑。左大都尉不必照看我，我早想率我匈奴最彪悍的军旅奋身而战，还请左大都尉给我这个荣誉。授旗开始。王子所在军旅是我大匈奴的精锐，特授王旗，请左大都尉真呼。跟着我大漠之王，众王之王的伟大单于，我大匈奴无往而不胜。昆仑山，昆仑山，昆仑山。很好，这次你们一定要把李广给我吃掉。他要是变成了禽鸟，飞上了天，昆仑山，昆仑山，那你们就要变成苍鹰，从天上把他给我捉回来。昆仑山，他要是变成泥鳅，钻入地下，你们就要变成旱獭，把他给我揪出来。昆仑山，他要是变成了鱼，潜入了深水，你们就要变成网，把他一网打尽。昆仑山。保持队形，跟上，快点！将军，
知报李广方向、公孙敖方向均有恶战。知道了。我方为什么抵抗如此微弱？因为匈奴没把我卫青当回事儿嘛。我军越过长城以远，是不是应休整一下，派出真骑？暂时不用，朕周边没有敌军，我们要以快制慢，跟上，快点，快跟上！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，这一片呢是片沼泽，必须避开这儿。向导说这儿有一口甜水井，我们可以在那儿休整。传令官，飞将在。传令前锋，沿途尽量避开敌小股部队的骚扰，全军快速插向龙城。诺。原来将军此次目标是匈奴人的圣地龙城，龙城离这里至少还有200-300里呢。我们就是想插入匈奴纵深，要让匈奴知道我们汉军铁骑也能远征。孤军深入，将军此举非常大胆。这是皇上的意图，是第一次打击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不，末将敬佩皇上与将军的远略。将军请看，我南军800骠骑锐气逼人，而将军亲自做先锋打头阵，上古驻军无不鼓舞。现在全军上下士气高昂。必会所向披靡，争取到龙城吃午饭。撤，跟上！报，大单于，汉军公孙敖部已被代郡方向的左贤王击溃，汉军死伤7000余人，公孙敖部逃回汉境。启禀大单于。汉军云中方向，公孙贺一部越过长城后，未敢深入我境，未遇我军主力，现已原路退回。行了，本单于只关心对李广的作战。大单于，李广所部被我大军合围，经恶战，李广本人已被活捉。再说一遍。大单于，我军活捉了李广，正在押往这里的途中。王子让本官先行报捷。昆仑神。水，瞧他那伤，流了不少血。负伤的人不能多喝水。飞将军，我早听说过你，所有的匈奴人都知道你。我们匈奴人最崇拜英雄，哪怕是自己的敌人。哼，可算抓到你了，王子。跟只受伤的老虎没什么道理可讲，我看他不行了。不，我得跟他说话。我听说快死的人得使劲喊他，要不就回不来了。哼，那你喊他吧，看他能不能答应你。喂，飞将军，李广，汉朝人，瞧，他听懂了。
眼睛还在动呢。快追！李广带伤逃脱，是因为我的疏忽，请大单于按军规处罚。金迷弟，哥哥再次告诉你，不要跟汉朝人讲你那颗仁慈之心，他们是草原上的狐狸，充满了狡猾。他们精通于法术诈力，你稍不留意就会上他们的当。迷弟，知罪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李广也曾被我俘虏，虽然半路侥幸逃脱，但是他也尝到了我大匈奴的军威兵锋。让他跑吧，让他带着失败的消息和被俘的耻辱，回去见他的皇帝。按照汉朝的军法，汉朝的皇帝会替我们杀了他。有什么新消息？大单于，龙城圣地失守了。龙城？谁敢袭击我的龙城？是卫青所部，乘虚而去。那里本汗也留了几千守兵啊！卫青他是多少人？1万骑兵吗？这一败非同小可。你们看看，从上古到龙城有多远？整整的400里，往返就是800里。汉军的万余骑兵，在我大匈奴境内纵横800里，横扫了我的祖宗圣地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说！给我记住卫青这个名字，他不只是汉朝皇帝的一个小舅子。听说仗打得不好，但皇上并没生气。你们说这件事奇怪不奇怪？只有卫青立了功。哎呀，娘娘，那边那个小伙子是谁呀？他是卫青的外甥。这孩子在乡下呀，天天打架闹事，姐姐管不了，我就把他接到宫里来了。这孩子倒是很爱读书。听说皇上很喜欢他，说他马骑得特别好。可不是嘛，从小就喜欢打打杀杀的。他还陪皇上练剑呢。哦，是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让魏娘娘歇息了。啊，就是的。这些妇人也不懂得军事，就知道奉承。祛兵啊，你舅舅这次立了功，你说你舅舅真的那么能吗？皇上早就说舅舅能行，舅舅真就是行。皇上真这么跟你说的？
皇上说舅舅这个人像周勃，厚重少文，但是笨人打巧仗。皇上说，这次4路大军，哪怕3路都打光了，只要卫青这一路能赢，就是最大的胜利。皇上说，这一仗就是让舅舅练兵。倒还真是这样啊。要是没有皇上，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用舅舅担当这样的重任？启禀娘娘，皇上要在这举行家宴，奴才特地前来准备。家宴？宴请谁呀？关内侯啊。谁是关内侯？为了表彰卫青的功勋，皇上已册封卫将军为关内侯啊。那公公，您知不知道，其余将领，皇上是怎么处置的？公孙敖、李广2位将军损兵折将，大败而归，按律应该论斩。皇上倒也没有大动肝火，只是交给廷尉了。嘿，我明白了。此次失利，2位公孙将军错就错在守株待兔上，关键的错是错在战术上。此次我军虽用骑兵作战，可骑兵缺少经验，作战能力也有限，因此就无法发挥我们骑兵在速度和打击力度上的作用。这样作战，就是骑着马也是白白送死。哎，你小子说法跟皇上说的倒也差不多。我说皇上怎么喜欢你呢？感情你能猜他的心思。你们说的都是战斗过程，朕不想听过程。朕今天只想听听收获。公孙敖，你有收获吗？臣罪当诛，败军之将，无颜面对陛下，不敢妄言教训。是啊，你倒是大手大脚的，一次出兵就损了骑兵7000，还不错，还给朕带回了3000。怎么不是收获啊？摔个跟头还得买个明白呢。7000将士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送出去了，你对得起他们的英灵吗？要说收获，臣以为我军骑士的战术还是大大逊色于匈奴，此为教训之一。你这话怎么讲？此次马关之战，我军虽然已不使用旧式战车，使用了骑兵，但是战法生疏，兵士们的骑射水平很差，进展刀法单一，完全是一群骑在马上的步兵。你是说，虽然使用了骑兵，但是没有适用于骑兵的战术？是的。卫青，回去写个折子报上来。臣领旨。公孙敖所说的就是收获。公孙贺将军，你倒是不错呀，去也轻松，回也轻松，落个不输不赢。你跟朕说说，你有什么收获呀？余将无功而返，有愧朝廷。是啊，完全不知道匈奴人的位置，昏昏然，茫茫然。余将对陛下的战略领会不深，因而不敢孤军独自深入。入境后没有找到敌人，有点不知所措。卫青，你要好好记取，匈奴人历来重视战前侦察，马邑之围我汉军已经领教过一回，事不过3，要设法让匈奴人做聋子，做瞎子。臣领旨。陛下，末将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是全军覆没，魏将也险些做了俘虏。李将军是为名声所累，匈奴人以3支主力共同对付李将军，哼，可见名声太大了，不是件好事儿。陛下，臣心里似刀绞啊，无法
面对皇上，愧对朝廷。那朕就替你说说收获吧。匈奴人总是以李将军为我汉军的精锐，可李将军自己不要背包袱，要守弱，谦下，虚怀若谷，懂吗？这地面上最柔弱者为水，碰到一点微小的阻碍，就会改变其形状跟方向。放在圆的城隙里则圆，放在方的城隙里则方。似乎没有自己的主张。一旦形成洪水，则再大的岩石都难以阻挡。不要总是以硬碰硬，望李将军谨记。韩嫣，臣在。传旨。摘去将军顶冠。宣读廷尉署决议。廷尉署议决：骁骑将军李广、骠骑将军公孙敖率军指挥不力，损兵折将，挫辱军威，按律应予斩首。然奉皇上诏命，二将虽处逆境，仍能英勇杀敌，其情可赦，故议决。罚交赎金5000金，免去死罪，削爵为庶人此役。罪将李广，李广在。你愿意交纳赎金吗？愿意。那好，叫你的家人来交纳赎金5000金，本厅准予释放。罪人公孙敖，公孙敖在。你愿意交纳赎金吗？愿意。让你的家人交纳赎金5000金，本庭也准予释放。二位将军，请自便吧，脱去军服，退庭。公孙老弟啊，好，李将军，这次咱们两个可是彻底的平起平坐喽。虽说都是老百姓了。老兄还是英，只是暂时飞得比其低了一些。现在咱们两个都是败军之将啊，老弟，就别笑话老哥了。嘿，老弟，现在去哪里啊？跟我到蓝田山中打猎去，啊？怎么样？李兄，改日吧，我已是久未还家了。也罢，后会有期了。后会有期，告辞。大人，家产变卖差不多了吧？要不你们从哪儿去弄的5000金？卫青托人送来50锭金子，说是他先前欠你的。我没借过呀。那还有李广将军的赎金呢？听说也是魏将军付的。没想到卫青还这么仗义呀！就。不是放假了吗？怎么还没回家？将军不是也没有回家吗？我跟你不同，我的负担比你重。将军刚打了胜仗，为何反而沉重？输者常能转为赢，赢者呢，下次可能会输，怎能不深思？公孙敖说我汉军骑兵在战术上还不如匈奴，我认为他的话说得非常有道理。皇上马上要扩充骑兵军团，战术训练必须要加强。龙城一役，我们只是批抗倒虚，打了敌人一个冷不防。
如果真正两军相遇，对着阵，我们汉军还真不一定能打过匈奴。北将倒有个主意。哦，说说。北军有一督将叫赵信，原名阿虎尔，是匈奴小王，十分勇悍。此人熟谙匈奴军纪的战术，将军何不将此人调过来，委以教练重任，训练汉军的军旗战术和编程秩序？这主意不错，只是赵信部都是匈奴人，不知调动是否方便。没有问题，我去面见皇上。只要你能打胜，皇上唯恐你不提要求。像这样的要求，只是小事一件。去，你写一个条陈，马上办。好。恭贺魏将军。你说什么？哦，魏大人，您还不知道吧？魏娘娘给皇上生了个大胖小子，皇上跟娘娘他们这会儿正高兴呢。真的？真的。将军，恭喜！恭喜！太后，陛下。魏将军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你姐姐可受苦了。来，姐姐。陛下，你可得感谢我呀。把这个交给皇上。想舅舅，整个一那我还有事。卫青啊，卫青。启禀陛下，魏将军已经走了。什么？他让我把这封折子呈交你。这个卫青啊，就是这点不好，总是小心翼翼，倒想跟朕隔着层什么。陛下。将军，前面好像卧着一只老虎。哦，射中了，将军！我去看看。哟，原来是块石头。将军，您的箭射进石头里去了。将军真神力呀！我再射来，你试试。可见这神力，只有在危急关头才有用啊！我李广离开了战场，不过是庸人一个呀。唉，不打仗的日子真难熬啊！倒也是啊，将军本是非常之人，为国家出生入死，一仗没打好就废为庶人。别说了，走，回家去。过路的，已过通关时间，不能通过。这是李广将军，怎么回事？是李广，前任李将军。前任李将军算老几啊？已过时间，现任将军也得凭官船才能通过。
何况是前任呢？不许开门！好吧，老子就在这关前熬上一夜吧。哎。 算亮了，走吧。看什么看？看看你这狗脑袋是怎么长的！嗯，你庶民一个，狂什么狂？将军，淮南王路过此地，拜访将军。淮南王，他来干嘛？庶人李广拜见淮南王，大王怎么有空到寒舍来呀？怎么，寡人就不能到将军府上讨口水喝吗？请。 味道很鲜美啊，李将军。如果你不退役，寡人还吃不着啊。大王你也取笑咱，皇上看不上咱了。来来，干！李将军不要气馁呀，君主观察人臣之道，要外考8官6验。 内审6期4饮，其中达则观其礼，贵则观其进，是针对眼下卫青这样的人的；而贱则观其所不为，怒之以验其节，苦之以验其志，是针对您李广将军的。您现在虽赋闲在家，早晚仍有大用。 随他去吧，我李广是个粗人，饿了就吃，饱了就睡，想不了那么远的事儿。依寡人看来，朝廷论军功赏罚不尽合理，只凭首鲁数字来论功封侯不可取。你李将军历任6郡太守，戍边10多年，匈奴人称你为非将军，避之而不敢侵入我边境，这不是大功又是什么？ 为什么至今不能封侯？想卫青不过是外戚，只打胜了一仗，立刻就得封了关内侯了。这是高皇帝立的祖制，但我李广也不在乎封侯不封侯，只可惜不能带兵，不能打仗了。李将军不愧是个军人，不过天地还宽阔得很，今后皇上可能要大大重用卫青了。 自家人嘛，用着顺手。不仅是用着顺手，也是用着放心。你看不出来吗？皇上如今将老将们是一一头衔置散，像韩安国、程不识，也包括李将军。实际上，皇上已将朝廷的军权进行了不动声色的调换，全面启用了新的亲信和近臣。 只可惜呀，你李广这样的名将，也进不了他的圈子。大王，你为何跟我说起这些啊？寡人不过悠悠南山，偶然路过将军舍下，听说了一个小小的霸陵尉，都竟敢欺负我大汉一代名将。 心中有些不平啊！别提那畜生！来啊！淮南王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如果你仍做将军，寡人不敢如此；可如今你已是庶人，不犯嫌疑，
更何况，我听说最近这些日子你又被罚了数千金，这就权且作为一顿饭钱吧。可这么贵的饭钱，我还是难以收受啊！哎，将军别客气，这只是寡人的一点敬意嘛。都说淮南王礼贤下士，今日一见，出手果然不凡呐。这金子李广虽然不能收，可大王的心意，我李广心领了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啊！啊，今后有何需要，尽管来找寡人。把他请过来。高松镇，皇上，这春华殿住得惯吗？嗯，刚才唱什么呢？奴婢先去于宫里的姐姐们学的。是吗？这么多人唱呢？是，别人唱，奴婢也就跟着唱。朕不是跟你说过吗？等小皇子啊满了周岁以后啊，朕就册封你为美人。以后不要再这么称呼自己啊！可是，贱妾难得见到陛下的面。别着急嘛，谁让朕是皇上呢？知道吗？这宫里的规矩啊，多着呢。来，陪朕去走走。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曲儿啊？是长门宫那边传唱出来的，叫《长门赋》。春陀，奴才在。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回陛下，据奴才所知，长门宫的阿娇，就是原来的陈皇后，终日心情冷落寂寥，就花了1000两黄金，请司马相如做了这首《长门赋》。因为此曲凄婉动听，所以很快就在后宫流传开了。所以现在老有人哼唱，就让您听到了这个歌声。可惜了司马相如的文采，去告诉他们，朕不喜欢。以后不许再唱了。妾明白了，皇上。等着，朕今天夜里来。司马相如，朕提拔了他，他却贪财忘本。陛下还在为长门府生气呀？不就是一篇赋吗？不对，这么一种妻歇歇的情绪在抱怨谁？宫中居然有这么多人在传唱，在唱给谁听？靡靡之音，坏人心智，利用人们对失宠者的同情，矫情地夸大冷宫之怨。这首赋所代表的舆情发人深省，怪不得卫青会这么小心翼翼。
他其实也是怕世俗的议论。如果朝廷所倚重的战将整天被这种舆情所左右着，那么军威将令尊严又何在？又怎么能够号令三军？又怎么能够在万军之中夺上将之首级？陛下的思路十分惊人呐，竟然从一首清歌之中也联想到军国大计。陛下圣明。朕绝不会被这种舆情所左右。你去把丞相叫来。诺。皇长子已经降生了，朕要册立卫子夫为皇后。陛下，您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吧？朕是个随便说的人吗？怎么了？朕既然敢拔擢一个奴隶做上将军，朕照样敢立个歌女做皇后。哼！那些个娘娘贵妇，她们不是觉得自己很金贵吗？那好啊，你去通知朝廷所有的王公命妇们，都进宫来向新立的皇后朝贺，也贺关内侯。娘的那些个呆鸡，整天在朕的背后叽叽喳喳，说朕在不遗余力的要确立卫青在朝廷的威信。他们说对了，朕们看就对了。正是耕作时期，良田竟还在荒芜，怎么不见一个农人一头耕牛啊？朝廷的作战令尚未解除，农人们都在备边受训，以备军容。人务地一时，地务人一年。今年不耕种，明年老百姓吃什么呀？解除备战，这需要朝廷的诏令。我会上书朝廷。眼下已到春耕大忙时节，让农民回田吧。打仗打得精光，长此以往，如何了得呀？匈奴虽已远遁，但随时都可能再次来袭。如果结束备战，则边防一旦有事，重新征召，只怕措手不及。人总是要吃东西的，农民不耕种，边关哪来的粮食啊？我会向皇上上书。皇上，当前怕心都已经放在打仗上，还请将军三思而后行啊！这件事情我想过很多遍了。马关反击，特别是扫荡了匈奴的圣地龙城，匈奴今后主攻的方向会转到中部，渔阳应当不是匈奴的重点喽。那匈奴人会把攻击方向调整到哪里？进都长安。我之所以紧急地召集你们来，是想向你们宣布我的一个重要决定。我刚从龙城看过回来，汉军竟摧毁了我匈奴的圣地，我一止血，愧对祖先。60余年来，我大匈奴第一次蒙此羞辱，此仇必报。我决定集中匈奴3部所有主力，准备袭击汉朝首都长安，狠狠给汉朝皇帝一个忘不了的教训。但我深知此事重大，所以我想听听各位将军的想法。大单于，英雄豪情，早该如此。汉朝在七国之乱时，我大匈奴就曾有机会荡平长安。如果当时先王稍有雄心，那汉朝哪能有今天的猖獗？我同意大单于的决心，要消灭汉朝，我们绝不能再小打小闹。
一定要斩草除根，一剑封喉。确立长安为目标固然是豪情壮志，但汉朝毕竟已经不是当年的汉朝。长安方面集中了汉朝多数精锐部队，关中平原又有利于汉军战车步兵的作战，我匈奴军骑兵的优势又不能施展，恐怕胜的机会并不大。大单于对汉朝的战略，依奴才来看，确是可以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，但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大单于想要夺取长安，先必须在长安以外的地区做足文章，要转移汉朝人对长安方向的注意力，把囤积于长安方向的汉军主力调开，使其空虚，再行夺取。你这个建议很好，但是如何才能把汉军的主力调开呢？那就是吸引汉军主力到渔阳、上古我匈奴的方向。那还不是老一套，还在老地方转圈子。不一样。如果把战略确定在长安，即使在东线打，也与往常打的不一样。这叫声东击西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怎么会一样呢？很好，先调部分力量攻打渔阳上古，吸引汉军主力向东驰援，设埋伏歼灭掉他，然后将我军主力向河套迂回。伺机从中部突破汉军的防线，直捣长安。既然汉朝的国力远在我匈奴的国力之上，双方之间的生死之战，我匈奴与汉军绝不可打持久拼消耗。要打，就要倾其所有，一剑封喉。而长安是汉朝的皇都所在，夺取了长安，就会引发汉朝的内乱。如果我们另立一位汉朝皇帝，就能让汉朝人自相残杀，这才是可以取胜的最佳方法。还会有这样的人吗？能代替汉朝的皇帝？奴才已观察多年，并已派人潜入汉朝与其联系。此人的威望、才智都足以和当今的皇帝相匹敌。他是谁？淮南王刘安。臣刘谦拜见皇太后。平身吧。谢皇太后。金苏，我给你选的这个女婿怎么样啊？我看淮南国太子一表人才，很好，我很满意这门婚事。各诸侯王中，属你父亲是最有学问的。临来的时候，父王让我带他向皇太后请安。我也问你父王好，你父王身体怎么样啊？父王毕竟年龄大了些，行动已不如以前方便了。是啊，这一转眼我们都老了，好像我比他还大1岁呢。这皇上怎么还不回来呀？我跟他说了，让他过来看看的。已经告诉皇上了，皇上说正与将军们议论练兵的事，脱不了身。就他忙，一会儿啊，你带太子去见见皇上，都快是一家人了，也该过来看看。诺。陛下，渔阳红绫急报。这个韩安国误朕的大事。朕历来以为汉朝的老将们是善于防守的，这才把渔阳交给了他。哼，可你倒好好守着呀！可他竟然上书说要散军归农，朕不得不给这样的老臣面子。这下好了，匈奴人看你不防守，来了个长驱直入。你庄稼倒是种上了，可渔阳却丢了。不仅是渔阳，匈奴人先以2万骑入辽西，杀辽西太守，现在又入渔阳，迫韩国退守右北平。匈奴人在东线攻势很猛烈啊！如果我汉军以主力驰援渔阳，重新夺回失地，倒也不是很困难的事。
朕看汉兄当今的态势，就越发想念起一个人来——张骞。如果张骞能够说服大月支来夹击匈奴，匈奴就绝不敢把全部主力都放在阴山以南来对付我大汉。这一走也10来年了，他这一去怎么杳无音信呢？只怕……不提这个了。朕自登基以来，曾经无数次的看过这个图。你们知道吗？最为让朕揪心的是何处？是这儿，长安正面的河朔地区，这才是对朝廷的最大威胁。先皇帝使匈奴的骑兵几次逼近长安，烽火烧毁了甘泉宫，全都是从河朔地区发起的。朕最为担心的是黄河南缘这块大草原。自从匈奴人占据了黄河南缘，这就等于在我长安城的头顶上悬挂了一把利刃，我朝廷随时都有被刀捅进心脏的危险。收复河朔之地，就可以彻底解除匈奴对长安的威胁，扭转我汉朝被动的军事态势。陛下所言极是。汉朝与匈奴南北对峙，匈奴单于庭也面向长安。如果夺回河朔，可以此为基地，进一步直捣单于庭。目前匈奴人在东线发动进攻，若汉军主力由西向东驰援，仍然会处于被动受牵制的地位。这一次，朕就不受他这个牵制。我汉军应该坚持自己的意图，奇取河朔地区。姑且让匈奴人占据着渔阳上谷吧，我们全然不予理睬。他打他的，我打我的，明白吗？陛下此举魄力非凡。当然，在策略上，你们也可以做出支援渔阳的战略佯动，兵出北郡，东下西河。而后在这里，突然的一个大转折，大纵深的分道迂回，由五原渡黄河，形成对匈奴中路的大包围态势，在黄河南缘打一次骑兵大会战，拒而牵制，一举收复河朔之地。臣明白了，只是陛下决定放弃渔阳上谷之后，韩国在右北平的压力会更大，臣担心韩将军他顶不住。召回李广，叫他立刻赶去右北平，和韩国一同指挥。李广应该可以守住右北平，是朕的底线。哎呀，所以说呀，公公啊，刘大人。好，真如此，是啊。陛下，淮南国太子刘谦奉太后懿旨，在殿外候召。哦，朕都忘了，叫他进来吧。喏，太子。陛下有请，请。臣刘谦叩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朕听说了，你与修成君金俗之女的婚事，很好。你们什么时候办喜事啊？臣此次来都城，正是要迎娶新娘。好，好，你父王还好吧？好，很好。哦，对了，朕有一件礼物要赐予你父王，你就替朕带给他吧。春陀，奴才在。赐予淮南王此杖，准予他不再来朝觐见。淮南王年事已高，不必与诸侯王同立，以免旅途劳碌。
臣代父王敬谢陛下隆恩。臣代父王敬谢陛下隆恩。启禀皇上，李广将军已奉诏来宫，正在殿外候命。宣李广。宣李广。小臣告退。宣李广。李将军。太子这边走，太后已颁旨吩咐修成军，今天晚上在长安酒肆为太子的婚事举办酒会呢。好，走。坚守右北平，希望李将军能够顶住匈奴东线军团的南侵。李将军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陛下，打匈奴是臣的本分。臣只有一件小事，希望陛下能恩准。说吧。希望陛下能调几个羽林军，随臣一同赴任。羽林军？平身吧。谢陛下。行册皇后大典，奏乐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，宣读册后诏书。大汉天子诏曰：天地畅和，阴阳调顺，万物之统也。自有魏氏子夫，温柔和顺，仪态端庄，聪明贤淑，生皇子俊。乃依我皇汉之礼，册立魏氏子夫为皇后，母仪天下，与民更始，钦此。尽喜寿。红尘热闹，白云冷。北京啊，朕只是在给你做一些必要的功课。将军建立真正的功名，还是要在战场上。北京，谢陛下，陛下一片苦心，臣涓滴难忘。只是臣并不习惯这样热闹，臣历来习惯于背对名利而面对强敌，这样才能保持坚毅和决心。朕知道卫青不喜欢热闹，
但你资历尚浅，也需要壮丽的仪式，体现朕对你的恩宠。因为你在军中代表的是朕的权威，朕的意志。让那些不敬的议论，统统闭嘴。将军只管放手指挥，击破匈奴。臣明白。对河朔的备战要加紧进行。卫青，朕对你寄予很大希望，你要努力。臣领旨。卫青，朕心里有句话一直想问你。朕这么厚待你们卫家，我们已是亲戚，裙带相连，而唯独你卫青跟朕是若即若离，保持距离。你告诉朕，是什么让你这么怕呢？是朕残酷少恩，刚愎自用，喜怒无常，还是疑心深重？你回答朕，是什么让你这么小心翼翼的要防范朕？但说无妨，朕今天就是要听你说心里话。陛下，臣自入宫以来，无时不感受陛下的信任呵护。如今偶立寸功，即封为万户侯，臣及整个卫家无不感恩戴德。微臣每日诚惶诚恐，思念着报答，不敢不惜福。因臣出身卑贱，德薄才弱，人人都认为我是靠了姐姐才有了今天。虽然这不过是市井传言，但臣心里明白，臣的一切都是陛下给的。因此，臣在宫里，在朝廷，必须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，不能有须臾造次，才能不使皇上为难。臣只想勤勤恳恳，不懈努力，成才成器来报答皇恩，也只有这样才能服众。卑将今天承蒙皇上提携，号令全军，要没有真才实学，仅凭皇上的恩宠，又怎能够服众？不能够服众，又怎么能够驱使将士效命杀敌？臣深知，陛下是一代圣主，卫青不才，恭逢盛世，只有勤勤恳恳，朝夕不懈，才能恪尽职守。如果因此而引起陛下的误会，臣罪当诛。好了，你的这些世俗念头，朕可以理解，但你也不必顾忌。你要时时的依靠朕。朕今天就跟你交个底吧。朕之所以重用你，不是因为魏皇后，而是看重你具有统帅之才。臣幸得陛下之誉，愿鞠躬尽瘁，万死不辞。